大多数的老少配，无非是女人想用美丽来换取享受，男人想用财富来换取青春。你活得像个老太太，没有一点青春活力。你已经为人母，你不得不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，即便是在离婚之后，也要做好长足的打算。就这样。视频中这个女生名叫张丽，她到底做了什么？竟是涂磊老师这样劝说她呢？这3年结婚头1年还好，到了第2年就是每天吵，每天吵。有时候那他打过你吗？打过，我也打不过人家呀。25岁的张。在太原火车站那儿有个营业厅，联通营业厅，他在旁边的饭店上班，常上那儿交费，熟悉了啊。他也没找对象，我也没找对象啊，就这么就熟了啊。完了，14年结的婚，孩子2岁多了。原来王刚和妻子。一开始吧，他结婚那天太原下雨啊，下大雨。完了，我有个牙掉了，就是前门牙掉了，落家了。就去接的时候，牙也没带，鞋吧鞋带有一个带带，有个没带带。这他就挑理了。他一开始始终那个用这个事儿耿耿于怀。对于王刚而言。就结1次婚啊。他来接我的时候吧，是那个假牙也给落家了，然后鞋还穿了个幺么样的，一个带带一个不带带。你说我那乡亲们看见了，多给我没面子。是。我姐还提醒我说带上3斤，就是戒指、耳环、项链嘛。然后他说没带，然后我就坐那儿，我说你要不给我就不走了啊。后来他拿回来了啊，把他的弟弟拿来了。这么粗的个戒指，那都给你买完了，也是着急，这不都落家了吗？啥也没拿，就去了。他项链不拿戒指啊，不要上车。我上正好我弟弟那有，我拿来就给他挂脖上。婚礼是每个女孩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，可偏偏丈夫却丝毫不上心。作为新人就应该在新婚当天用新的东西，但丈夫却无所谓的让她用小叔子的东西，这含义多难听啊！好像自己就只能用旧的一样。所以打从结婚第1天开始，张丽和丈夫的结就种下了。那除了这个，还有什么让张丽接受不了的呢？第2年他儿子结婚啊，给他拿钱了呀拿钱了。我跟我儿子去了机场了，把我俩放下了，害得我又打车回来，他自个儿去了。当时他回娘家了我给他起票，我说你把身份证号码和儿子那个户口在他身上，给拿家去了。我说把那个户口的号都有身份证号，你给我发过来，完起票。他说不去，我一寻思你这差这么多，差没几岁，完我说不去吧。等他那天去，他非得要去上机场起票，那机场当天也起不着票。你听我说，他这现在就没我位置，你说是不是？
说我管他严啊，完上网，都怀孕了还去包宿去。你玩微信你是家庭主妇，家庭主妇你本身你就是看孩子，我白天上班，晚上我还得看孩子睡着哭啊，我还得看孩子。你想娶个帮衬你过日子的人，没想到对呀，必须的那。结婚前答应给我买房子，第2年告诉我说明年再买吧，我这边有几个2年，第2年现在还是租的房子。头1年咱俩结婚，第2年我儿子结婚，完了咱俩现在完还得做买卖，完了还得现在不没那些钱吗？咱还不想贷款，想全款，还得买100多平呢，哪有那些钱说的现在买，等1年2年买不行吗？那么着急呢？怎么就？张丽坦言，丈夫天天说的好听，结婚前各种花言巧语，就好像把她捧在天上一样。可自从结婚开始，自己就像是被打入深渊，一而再的欺骗自己，还不兑现诺言。但尽管王刚跟她解释是资金困难，张丽也不愿意相信，因为她知道丈夫是想留着给继子的。可继子是丈夫的儿子，自己生的同样也是他的血脉呀。你大儿是你儿子，你二儿子不是你儿子了？家不有房子吗？有房你不住吗？那老家没房子，别墅呢，你不住，那你怨我呀？你就回去住去呗。去了你家还得穿那么多衣服。那东北确实冷，那你多穿点呗。可我就懒呀，不想穿衣服。你冷，你在屋待不出屋，屋里热乎，你不出屋。这个我问问啊，我有点晕。你妻子平常就这样？平常不说话，这就说话就不错了。那你们俩那会儿怎么谈的恋爱啊？那功夫还说话吗？现在他不咋说。他怎么嫁给你之后他就不说话了呢？你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，老王？他还上房呢。难道是他对妻子厌烦了吗？因为我不接电话，你说我上班开会时候这关机都正常，正规单位不都关机吗？不让你接电话。完了个开完会了，有啥事儿了啊？一打电话手机晚上的时候没电了，回家把手机拽了。那会儿我没寻思拽，他老是说的掉地下磕的啊。完这15年到16年又拽6个，都是32G、64G，最后我才知道。最后我回家了，电池跟手机都分离了。儿子才这么大，那他能电池都拽出来？他不可能的，能把电池拽出来。所以说我一寻思，全是以前全是他拽的，就不接电话了，烦了拽的，一共拽8个手机。面对主持人。结婚头1年还好，到了第2年就是每天吵，有时候那他打过你吗？打过，我也打不过人家呀。想到3年来的点点滴滴，张丽只觉得一肚子委屈。当初她不顾父母反对，坚持嫁给可以做自己父亲的男人，可结果换来的却是她对自己的疑心，还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殴打。而且儿子就是在她的拳脚下出生的。原以为生下儿子后一切会有好转，可谁知丈夫接下来更是过分。然后我带我儿子不是趁天好吗？我带我儿子去溜达溜达呗，然后看他和一个女的在饭店里边吃的可高兴了，有说有笑的，他还给了人家一个我们家那个电脑，然后我过去就把那女的骂，人家什么也不说，也不开口。你还想跟他过吗？拉倒吧，不过了是吧？说我拍电影不挣钱，不务正业，说我
我这不现在都转型嘛？我寻思我拍电影，这不长线投资，他也挣不着钱，就是你还得花钱。完了，天天回来跟我说，这孩子啥也不管，去拍电影去，这不务正业吗？在张丽看来，丈夫一把年龄爱瞎折腾。想法的微电影别投了，多往家顾顾好不好？否则你在外头跟人家吃饭拍你的微电影，不如在家演好你丈夫的角色，或者说先演好你父亲的角色，好吗？他其实也是一个孩子，对吧？对。如果说你真是对这个家庭还有留念，你还是能尽到一个做男人的一个职责，你就应该做出你应该做的表现，顾顾家。至于你跟他的所谓代沟也好啊，共同语言也好啊，如果你想，你是可以找到的，因为在你没有得到他之前，我相信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吧，对不对？否则他怎么能要嫁给你呢？当时那么多有共同语言，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呢？应该越来越多呀，因为你们共同的家庭存在了，你们有共同的生活的话题，有共同的孩子，为什么这会儿就没话了？其实，一上来大家可能会有点诧异，说年龄差距太大了。但是我们看到的，或者说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当中，年龄差距大的夫妻有，虽然说不多，但是有一部电视剧就表现得很好，《大丈夫》，男方跟女方的父亲基本上同岁，但是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什么的情况下呢？三观相同，人生观、价值观起码要对等。你们俩现在三观完全是不同的，他就是个孩子，所以你既然选择了找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人来当做妻子，你就要做好一个人生导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，不光是丈夫，还有人生导师。所以真的，电影别拍了，踏踏实实的把你的手机店的生意照顾好，照顾好你的小儿子，照顾好你的妻子。莎娜老师与曲伟老师观点一致，对于他这种对电影行业两眼一抹黑的做法，都非常不建议他把钱浪费在这上面。与其有那闲工夫，不如做回自己擅长的领域，和妻子孩子过上热炕头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涂磊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想法。毫不客气地说，忘年恋是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层面的。因为你要跨越生理年龄的差距，达到精神上的高度认同和彼此依赖，那是需要有一定文化素养。但是这样的老少配很少，大多数的老少配无非是女人想用美丽来换取享受，男人想用财富来换取青春。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交换，也有交换的平衡。女人要么有青春活泼、青春靓丽，可你有吗？你活得像个老太太。一上来，涂磊老师就直白地分析着老少恋的优缺点，而他更多的话是想对张丽说，如果一个50啷当的男人担不起家庭的责任，整日在外面混，那干脆趁早离开。本来她嫁给丈夫就会遭到许多非议，现在如果继续下去，恐怕日子更难过。所以完全可以带着孩子自己生活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要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和孩子的生活。那么在听了嘉宾老师的话以后，这对夫妻最终又会做出什么抉择呢？所以说呢，我以前对你不太好，我以后改掉我的缺点，尽早给你买上大一点的房子，我会更加努力的。我希望你以后能对我更好点，能多理解理解我，不要再怨我骂我。不会了，以后不会骂你怨你了。你把你那个任性的毛病改了就可以了。我会的。我以后吧，就是帮你照顾照顾孩子了，没事说早点回家，你放心。节目的最后，张丽还是决定和丈夫重归于好。对于他们这对爱情，只能说如人饮水。